政府都有所谓的黄单、红单制度，这东西叫列管建筑物。列管建筑物，它就是来判断房子是否有因地震灾害倒塌的疑虑。一旦被贴黄单，银行不能贷款；一旦被贴红单，住户是直接驱离，准备拆除。那你现在正在住的中古屋或租房子住的中古有被贴吗？那黄单你有去研究吗？黄单指的是什么？黄单指的是建筑物受损情形无结构安全疑虑，经专业人员指导修复后、补强后可销单。我靠，黄单是可销单的呢。以前有一个大楼被贴黄单，处理过，它是可以撕下来的呢。因为即使是你已经被贴了叫黄单，黄单它是什么？它是无结构安全疑虑，所以要怕什么？对吧？我们又能左右什么？那个政府人员来贴，不行不行，这我家不要贴，不可以啊，那列管就列管了。该买老屋还是新古屋？关键一点让你不再纠结。先说结论如果你是要买蛋黄区的话，就都可以，屋龄真的没有很重要。那如果你是买蛋白区的话，自住我是推荐买屋龄高的。那你要自产你再考虑屋龄低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不婚不生该买房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该买老屋还是新古屋？这次一样来聊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先描述一下情境。他现在是自住，要换到3房，然后再犹豫说，他要买中古还是新古屋新古屋你知道吗？新古就是那个盖好以后还没人住就它是成屋，但是里面还没被住过。市场中有很多种说法这个叫新成屋、新古屋，也有人叫处女屋买30年以上的中古屋当然是比较便宜嘛，但考虑未来自住的时间，你是要自住嘛，你要养小孩那你可能到10到20年的时间。如果你买30年以上的中古屋，你压力当然是比较小，但是到时候怕就会不好卖这样那这个怕我在八卦的时候我会解释。买10年、20年左右的时候，价钱又是差很多这样，所以他问我应该要怎么选先说结论，不一定就真的不一定都是个案讨论的。你要看地点像这个观众问我的地点是属于该县市的蛋黄区的房子，本来屋龄就是会比较高，不然它哪有蛋黄的成熟期，对不对？因为它发展那么久嘛，该有的技能都有，它才会是蛋黄。我现在讲的是正常的蛋黄区那像一些从化区有猛爆性的成长，这个还不算正常蛋黄区的房子有一个区块的屋龄本来就是会比较高，就算你住了10几年那间房的屋龄就变成了屋龄近50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愿意接受。所以你要知道，非蛋黄才需要考虑屋龄。那如果你今天买的地区是蛋白甚至是蛋壳的话，就一定要去考虑屋龄。原因也很简单，一颗蛋黄就那样所以不管怎样都非常的香但是蛋白就不一样了，蛋白很多那所以大家就会挑，而且有那个市场让他去挑。那你如果买蛋白的话，你就是买屋龄比较低的，这样未来你要卖也是比较好卖嘛。但如果你今天的场景是买来要自住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会建议你还是要买30年内的，因为你在蛋白嘛，蛋白区的30年房子跟20年就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价差。而你自住你基本上都要估你大概会住10年以上，所以此时这2间房子屋龄就会从原本的20年跟30年变成30年到40年那它的价差并不会像20到30差那么多，真的。那30年以上几乎就是同一批一起被考虑的就是说你30年屋龄跟40年屋龄已经没差多少了换言之，你30年屋龄是 CP 值高的，在市场中。最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买屋龄低的房子，所以你看我才会说问题要描述清楚是很重要的。像这位观众他就有先跟我讲说他是要自住然后我就不会说屋龄低无脑先叫他去买什么，甚至买到预售那有没有什么情况适合是买屋龄低的嘞？有，就是你想要住新房子，你又不想要冒风险的时候，那你就去找新古屋。优点是什么？来，第一个优点，你可以避开很奇怪的问题像这个标题我念一下：买屋血泪史，超傻眼，交屋多出2根大梁柱，拒缴尾款被禁止装潢。就是买预售屋的时候看起来都很好嘛，样品件都很华美嘛，这个代销小姐都
很鼓吹你赶快去买嘛。等到交屋开箱的时候才，怎么有2只这么夸张的梁贯穿全屋？那怎么办？我要遮它，我做天花板，我家层高变超低，那我不遮它，它看起来又很奇怪，怎么办？它合法，建商这样交屋给你，它合法怎么办？那第二个优点避开会雷的管委会。如果你买的那个新成屋超过5年以上，基本上只要管委会有在正常运作，未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要这样想就是中古屋20-30年了，说真的有问题重大问题的管委会并不那么多，都是管委会乱搞才会爆出来嘛。那多的是安安稳稳的管委会。你说它有没有一点小瑕疵、小问题？当然会有，谁没有？但是你要论真的是出大包的，像高雄盐水啊，然后什么什么那个闸门没放啊，然后地下从 B3 这样一路淹上来像这么夸张的包的，都是很稀有了。所以你去看中古、看新古，那个管委会运作的正常，都不太会有巨大的问题。第三个优点，贷款成数较高因为房子新嘛，银行建价就会比较漂亮成数也是。那缺点是什么？就是价格贵价格已经不会差预售太多，而且它怎样？它比中古还要贵非常的多。如果你能接受，那你就去买这没问题我会去买你旁边的中古这样。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该买老屋还是新古屋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观众的问题，他现在要换自住的房子那在犹豫要买30年以上的老屋，还是10到20年左右的新古屋。10到20年我会叫它中古了新古屋我个人会认为是就是那种刚交屋1年2年3年的这种都还没人住过。那我的看法是前提先看地点。如果你买的你确定是在蛋黄，那屋龄高是没有差的，未来还是很好卖，而且你买蛋黄区的中古 CP 值很高。老屋啦，你要超过30年都可以， CP 值还是很高。那如果你买在蛋白自住的话，可以选30年以内的， CP 值会比较理想。那如果是自产的话，你再考虑要不要买10到20年的。而最后我跟你分享了我认为适合买新古屋的情况就是你想要住新房子，你又不想要承担预售屋的风险，通常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急着要搬进去。比方说你成屋了，然后你看一看装潢完你就要进去住了因为什么学区什么什么的没的，通常是这样。新古屋的买盘大概是长这样，因为预售你要等什么等3年以后超前部署的人才有办法去那边等，尤其是自住通常都是怎么办结婚了怎么办？不小心怀孕了那我怎么办那急着要去住一个好的房子他就会去买这种我们叫做新古屋的。新古屋它的缺点除了比较贵以外，说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奇怪的缺点，因为有你会避开你看它2只梁你不喜欢，你就去看别间只要你预算够，都还是可以买的。而且我相信你的另一半会很开心另一半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 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
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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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是中古屋流派的你也知道，看我影片那么久那我都选正市区中古屋蛋黄，因为我也曾经拍片认真说明过，少子化影响不了蛋黄区那蛋黄区新房子又是天价，自然我选 CP 值高的中古屋，一切都是这么自然，没有什么大道理也像我今天这支影片讲的，今天要买蛋白甚至买蛋壳，你屋龄才需要清。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买蛋黄中古，我实际上是获得什么好处第一，便宜CP 值高对啊。那便宜我现在想一想，因为我一开口就讲便宜，而且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是这样，但是有被几个观众来LINE里问我聊一聊的时候，发现原来是这样，就是我有点讲错了讲错的地方在，因为我们有能力整理房子我们有能力整理房子，所以我们都变得偏向去看烂房子这样子我去杀价才有那个空间不然一些房子都好好的，他干嘛给你杀价咱们最好是废墟杀完价我去整理，自然就很 OK， 自然就很便宜那观众跟我聊什么就是说反正我后来才发现整理房子的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了，可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会都比我还厉害，所以导得我就说整理房子是个我预设大家都会的技能这边真的是我错，就是那个观众来跟我聊我才发觉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依然推荐的是中古屋。我思考是这样你都做房地产了，你就是应该要有能力去整理房子才对那不会你就去学不然你就要花钱去找统包要不然你干脆去做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不用烦的股票，这个才合理嘛。我自己是已经到了就亲手会去整理房子的阶段所以我完全明白其中的困难跟价差到底困难有多大，到底那个价差有多厚，这样变成说我们这群人我们真的不介意买废墟来爆改，因为废墟一便宜都是以10万为单位这样子在便宜的高雄总价低台北的话可能可以便宜到以20万为单位去便宜这样，那你发统包跟你自己做我都做过能省下的成本真的是非常的巨大，这个你也知道。现在缺工，所以我自己去当那个工就是没什么问题但这条路就怎样，就是适合有能力再加有时间的人去做。有能力但没时间你就发统包钱给人家赚，没能力但有时间，那你就要自己慢慢去学去练习。那最后一种没能力你也没时间，你去做股票好了对来第二点中古屋大家担心屋龄高，我们认真拆解不要道听途说来问你你的担忧究竟是什么？屋龄高的房子你的担忧究竟是什么一点一点写下来讨论不要那么中古屋龄高我担心那到底在担心具体是什么？列下来，一点一点列下来，列不出来没关系因为我帮你列出来了我大概列了4点。 A 怕涨幅不够别人高B 怕到时候直接卖不掉没有人买 C 怕中间修缮要花太多钱D 怕地震安全问题，对不对？问中肯吧，我这些我都讲了那我们就来逐点分析 A B C D。第一个 A 怕涨幅不够别人高
你买中古你就怕这个吗？我看人家预售赚很爽，什么事情不用做这样哦。我会说这个哦，跟屋龄其实没有关系，这跟眼光比较有关系。我换个表达哦，就是说我买的房子，我们这票人哦，废墟为主哦，废墟为主。那这些废墟哦的价格会变成，你一买下去你就无敌了哦，你一买下去你就无敌了，因为你怎样，你专门在扯同社区实价登录的后腿。那实价登录又不会特别注记这一件是废墟这样哦，所以涨幅哦后续不用比别人强，只要还好，其实你就赢了哦。只要还好，普通那你就赢了。你说整理要花太多钱，那你就自己下去做哦，慢慢做，下班有时间你才去做，拖半年才做好才出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比请统包哦，至少节省个10万20万不是问题。你的废墟那边收租金，提早半年收租金，你也收不到20万的租金啊，所以何乐而不为？而且现在不是居家 DIY 很夯吗？夯很久了，10几年了，你去学嘛。连我自己在这样乱做乱搞的人哦，我也是去报名那个水电基础班哦，我是去对答案的哦，来看看我自己乱搞乱做哦，看影片哦，那边乱做，跟业界专业的水电师傅来说相比，到底差别在哪里？这样学无止境啊。我收获很大，我说真的哦。那当然，专业的工种我还是会请师傅做哦，比方说什么冷气安装、瓦斯炉、热水器哈、高空作业，这种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哦，甚至就直接挂掉的事情哦。我当然是请师傅做，我还是很胆小的。所以第一题解啦，只要怎样，只要我有能力整理房子，在家买废墟之后跟人家相比，我的涨幅没有人家高，我都会赢哦。我赢过好几次哦，我就不真的拉数字给你看的哦，因为很多细节我也忘了啊。而且你看实价登录看不出来的鬼，你知道？你只知道说哦，这间当初买很便宜啊，现在怎么要卖那么贵？没有，他当初是废墟，实价登录不会写嘛哦。好来，第二点，你怕的是那个 B 哦，怕的是到时候直接会卖不掉，因为屋龄太高卖不掉，没人买。我想这个是最多人担心的题目哦。你怕你的房子因为屋龄太高。哦，导致没有人买。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怎么讲，就经验的差别哦。我没有要酸你的意思哦，我以前比你还怕哦，比你还胆小哦，怕屋龄高卖不掉。后来啊，经历几次以后啊，我就懂了哦，我就懂了哦，原来屋龄高它不是问题啊，只要银行的建价有到，加屋况 OK， 就是卖得掉哦，就是因为我在蛋黄区啊，哦，我是 CP 值高的中古屋啊，就是卖得掉。差别只是说，人家屋龄比较轻的抢手房子，他可能卖1个月把它卖掉。你的中古假设35年屋龄，你要卖3个月你才卖得掉哦。请问差这2个月，你真的有差多少吗？你也没办法便宜啊，你只是卖的比较久啊。那价格你也没变啊，不需要变低啊，还是你设定的价格啊。回到第一点，你当初买废墟你就买便宜了。哦，可能都是同个社区里实价登录最便宜，因为你自己去整理比人家花大钱请统包还要便宜。你到时候要卖之前，看你要不要再整理一次，拼个好卖相嘛那你东西啊，你自己在整理或请统包整理都一样，你就东西好好用，做到你在卖下一手的时候问心无愧就好了你买废墟但卖是因为有认真整理过，就可以卖行情那你卖得慢2个月，因为屋龄的关系又怎么样？所以我就不是很懂为什么网络上会有人说屋龄太高卖不掉。台湾屋龄现在来说都很高啊，而且每年屋龄自动加1，你知道这会加几户超过30年的吗？以我熟悉的高雄市来说，这那个内政部的数字来我念给你听，112年高雄市所有行政区全年买卖转移栋数14700件14700件，真的尾数就700整。我有拉公式重加一次但这个就是官方的资料我们也只能暂时相信。那其中它有分它怎么分也很有趣，它分5年内、6到30年、31年以上，就这样好31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在讲的老屋嘛。好来，高雄市全年屋龄31年以上的交易有4210件换算全部的比例叫 28.63%。28.63%，我换个方式表达，现在高雄市1年有30%都是屋龄30年以上的房屋在交易买卖，那我怕什么？我不过是其中之
1耶，我的房子又没多到说什么，我每年会占这些4210件分之421十分，我没那么多，谁都没那么多房子啊，所以我怕什么？就来卖啊！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啊。只要我当初眼光没有太奇怪哦，那成功卖出是自然而然，真的哦。所以我认为说这点 B 就是指怕到时候直接卖不掉，没人买，这就是假议题，这就是传说中的叔叔有练过哦。像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几次，我现在真的不怕哦。只要你是在蛋黄区，银行建价没有问题，那当初买废墟又有能力去整理去省钱，你真的不需要便宜卖哦，你卖久一点真的是没有差，还是卖得掉。第二点，不攻自破哦。再来讲 C 就是怕中间修缮要花太多钱哦，所以你当初在整理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省钱在那边乱搞啊，你就认真整理，好好做啊。我不是有说了吗？我们要做到，不管是出租还是出售，都问心无愧啊，这样就是很高的标准了哦。因为这样跟市场中的投资客做法相比，已经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了。你当初有好好处理，你就不会发生那种后续修缮花太多钱的问题，漏水避癌什么的。买房的当下，你就要判断出来去杀价。那你也要预留你没有判断出来的收笔啊，真的还是遇到，那你就认了哦，就进一次涨一次这样。那你可能认为我这样子讲太理想太武断哦，但实际上只要经验过几次再加上足够谨慎，其实都判断得出来哦。中古屋就是这里好啊，东西就在那边，你会担心你就钻到维修孔上面去看有没有钟乳石啊，或者敲一敲瓷砖啊。我要表达的是，这怎么讲？就是说，网络上好像都把房地产投资这件事情讲得很简单，好像跟股票一样，你买了你就不用管哦。怎么不用管？要有能力去判断，要有能力去整理啊。专业工种你要叫师傅，你也才知道说到底要叫什么师傅哦，行情大概多少钱哦。我是运气好，我有前辈带啊，所以很多问题我就直接问他们哦。他们房子多嘛，多很多嘛，什么鸟都遇过，凶宅也都处理过，所以都有经验，等于都有解法。所以我抄答案就好哦。反过来说，这个就是中古屋房地产的投资的门槛哦。怎么讲？我回头一看，我看一看，其实我会的东西还真的是不少。那些我以为是很自然哦，我预设大家都会的东西，原来不是每个人都会，只是我身边每个人都会，他比我厉害，所以我以为，怎么观众来问我，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明白这样哦。当然，我们这种人在市场中会有一点点的竞争力啊。对啊，所以 C 这一题怕中间修缮要花太多钱，这一题就这样你就有能力去整理，你整理就好好整理你都可以杜绝掉以后莫名其妙问题。最常见的漏水避癌，你买的时候当下我看到漏水避癌，你就要去杀价了，对不对？然后你在整理避癌，老实说我也不会弄但我们能判断的是它这个避癌有多严重，来判断是这个要处理要花多少钱这样。对啊，就拿去跟他杀啊，他是废墟呢，你放心，这个你还愿意去做研究，然后去跟他谈价钱，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很少很少的人了，你成交的几率很高，因为绝大多数人看到那一面墙壁他就不买了绝大部分自住都是这样但我会说老房子哪间老房子没有问题啊？对啊，没有问题的，你为什么又会想要期待去买便宜啊？今天你拥有一个35年屋龄，什么漏水避癌都没有，整理的都好好的。你为什么会卖便宜？对啊，我们才来讲最好就是废墟就废在那里，然后让我们去看去杀价来整理再来租最后一题怕地震安全的问题啊。中古屋之前最多被讲的就是921以前盖的，那时候的建筑技术法规不成熟，所以地震还会倒，有没有听过？对，那我会说这个责任不在我们，真的是不在我们在各地县市政府。为什么？因为政府其实针对这个地震灾害，它是有制度的对不对？政府都有所谓的黄单、红单制度，这东西叫列管建筑物。列管建筑物，它就是来判断房子是否有因地震灾害倒塌的疑虑。一旦被贴黄单，银行不能贷款；一旦被贴红单，住户是直接驱离，准备拆除。那你现在正在住的中古屋或租房子住的中古屋有被贴吗？那黄单你有去研究吗？黄单指的是什么？黄单指的是建筑物受损情形无结构安全疑虑，经专业人员指导修复后、补强后可销单。我靠，黄单是可销单的呢。以前有一个大楼被贴黄单，处理过，它是可以撕下来的呢。
因为即使是你已经被贴了叫黄单，黄单它是什么？它是无结构安全疑虑，所以要怕什么？对吧？我们又能左右什么？那个政府人员来贴，不行不行，这我家不要贴，不可以啊，那么列管就列管了哦。还是你要打电话叫那个地震哦，等你卖掉房子交屋隔天以后拿到钱，隔天以后你再来征，也不是啊，我们又能控制什么哦？此时酸民又要上纲到说我不相信政府的议题去了，政府说我黄单政府一定存在大量的就是明明是危险的建筑物，和他不去贴单那官商勾结这不在我们今天这个频道讨论我的判断是这样，政府比你还怕，真的是比你还怕。为什么？因为一倒塌就是全国注目事件，多少顶乌纱帽是要掉到地上的，所以安啦他比你还怕。那你要上纲到说那到时候那个日本南海海潮超巨大地震，那种世界末日等级的地震，那我们又怎样？你现在那些盖得很好的房子，它就完全就没事嘛？我都会想说，真的遇到了干脆啊，就地震的当下瞬间挂了就算了不然到时候被救出来是怎样？我要面对末日废墟的世界，在那边重新站稳脚跟。我这种身体孱弱的废物青年，我真的是不如瞬间挂掉就算了不然想到以后还要在末日的情景之下重新站起来，重新立足，重新生活，我就觉得很无力这样。所以以上我也分析了4点，来 A 怕涨幅不够别人高， B 怕到时候直接卖不掉没人买， C 怕中间修缮要花太多钱， D 怕地震安全问题。我都想过，我做房地产我都没想过所以安啦。老屋有老屋的好，我还是钟情于老屋不然城市中的废墟它就不到都更的程度，谁来活化？我们这种人来活化，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有门槛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小钱可以赚。讲完啦那就看留言区开战吧开战吧，看有没有什么是我没有想到的点那我也来检讨看看我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来让日后走得更加稳健。